这里就是被称之为河南第一村的河南南街村，村民们竟然现在还吃着大锅饭，集体劳作，孩子们上学不花钱，看病不花钱，就连结婚安排的住房也都是免费的。这里边也没有内卷，没有房贷，也不拼工资，妥妥的21世纪的世外桃源。了解到这些信息，我也是很惊讶，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可能你没有听说过南街村，但是你一定吃过北京方便面。这个北京方便面它不是北京生产的，而是南街村生产的。南街村还有很多的那个食品都是比较知名的，应该也是很多人的回忆。你们还吃过南街村的什么食品吗？打在评论区吧，咱们来共同来了解一下。河南南街村村子不大，它的这个面积只有1.78平方公里，却创造了神话。本村村民只有几千人。说几千人可能大家没有这个概念，它只有3700多人。但是来到这个村里面的务工人员却高达了10几万人，每一年营收几十个亿。村民们不出村，不用花上1分钱，吃喝拉撒睡村里面全管，生老病死老有所依。曾经这里也和北方的其他村子一样，一贫如洗，也不靠海，也没有很好的交通，也没有搞过拆迁。到底是如何做到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呢？这背后还是有经验可谈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嘛。他们这里得感谢一个带头人，这个人就是南街村的村支书。我们可以从眼前的一些标语就能读懂这个村里面的理念。当时的村支书王洪斌，他是1980年退伍回来的，就准备在村集体办一个砖厂和一个面粉厂。在筹资钱的时候，因为村民们没有钱，就是集资不起来，这个村支书就把自己所有的家当而变卖了，凑齐了一个面粉厂。当时这个面粉的日产量就达到了20吨。随后砖厂也被建了起来。在1980年，在全国很多农村还在贫穷的时候，南街村它的收入竟然达到了惊人的40万元，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在1981年全国推行分田单干的时候，南街村也是顺应潮流，砖厂和面粉厂也被承包给了个人。但是问题出现了，富了一小撮人，广大人民群众，南街村的村民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这个时候土地也荒废了很多。那个时候因为很多人进城务工，一些体弱多病的人吃饭都成了问题。如何让村民不出村也能够在这土地之上刨出食来呢？能够发家致富，让那些体弱多病者，一些热地群体也不愁吃穿呢？这个时候老有所依就成了南街村干部的一个心愿。在1984年的时候，以村支书为首的南街村干部群体就准备把面粉厂和砖厂收归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面对那些荒芜的土地，也逐渐的收归到集体，土地交给了集体。这个时候农民变成了工人，吃喝拉撒睡村里面逐渐全面包管，各种福利也是应有尽有。这个时候南街村又一次走向了集体化。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乡镇企业、村集体企业发展的非常的迅速。随着老百姓对各种物资的需求增大，南街村也是顺势而为，先后推出了调味品厂、印刷厂、方便面厂、水泥厂等等应有尽有。南街村就是一个小世界。在1997年的时候，南街村的年产值就可以达到了16亿元。2005年的时候，又顺势推出了红色旅游。现在每天数以万计的游客从全国各地来到南街村参观、学习、游览，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除此之外，南街村还有自己的艺术团，有博物馆、图书馆，还有档案馆，有广播室，并且医院、学校，这都是基本标配的。那么农民们不用交五险一金，最后动不了了怎么办呢？还有生活费，够你买菜的，够你打个那个小牌娱乐的。像这样的南街村，你羡慕吗？在河南有这样一个村庄，村民
住房不要钱，医疗不要钱，养老还可以发钱发物资，并且小孩子上学这个也免费。现在呢，我就在这个村里面的停车场，目前的时间是早上的6点30分我把车昨天就停在这里。这里就是南街人民公社，也是全国10大文明村国家的4A 级景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这边呢就是人民公社的大舞台，出门就是干净整洁的道路。我们现在去这村里面走一走，逛一逛，了解一下。在我身后那面墙上写的这个标语我给大家来看一看，了解一下。你看，行走南街，读懂共同富裕，农业集体耕种，生活集体分配，村民集体教育，这个学习集体组织，困难集体解决。看还有呢，工业集体经营，工作集体安排，村庄集体管理，风险集体承担，发展这个集体决策。相信大家对这个南街村生产的北京方便面这个北京方便面不是北京的，而是河南南街村的，并不陌生。还有一个呢，大家做饭使用的难得调料这个相信大家也并不陌生。